稍微更新了一点。好，追上他们。Yes！ 2019年呢，一个高光时刻就是我爸妈来美东找我玩，我们4个人一起公路旅行去了纽约州的手指湖区，玩了6天。每年夏天呢去玩水是我自己的一个小传统吧。16年去了宾州中部的一个州立森林里面去跳了个水，那个大概有10米高吧，有没有？差不多。对，17年工作了，干了什么？去划了个皮划艇，也是在宾州中部的一个 White Waters。18年我从上海回到美国，组织了一帮朋友，我们一起去了匹兹堡附近的 Ohiopyle State Park， 也是去做了皮划艇。然后比较好玩的是有一些天然形成的水道。对 ，water slide 是自然的滑梯。19年，因为也是想以玩水为主题，而且因为我爸爸妈妈来嘛，想去一个能够从费城开车到达，值得玩上1星期左右的地方，所以我选择去了 Finger Lakes Region， 很多纽约的州立公园，有各种各样的瀑布等等之类的，也算是给我爸妈的一个挑战吧。我觉得要趁着他们还年轻，然后多给他们一些挑战。像他们先来费城，我就要挑战他们。带他们去吃芝士，专门点了一个 cheese platter， 有3、4种 cheese， 然后配各种果酱啊，然后调料这样子来吃。之后我也跟我的美国同事讨论了一下，他说，如果你爸妈从来都没有怎么吃过 cheese 的话，一来就要吃 blue cheese， 然后这种口味比较重的，似乎大胆了一点。他说下次可以从一些新鲜做好的 cheese， 比如说 mozzarella、burrata 这些开始试吃，所以爸妈做好准备，下次我们可以去吃别的，我已经物色好了别的地方。这次夏天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带他们去划皮划艇，玩的还是蛮开心的嘛，也没有出什么意外啊。对，是蛮好的。那就来简单讲一下6天的行程安排，如果你们想去手指湖玩的话，可以做个参考。
我们最东边到了起色加，最西边到了 Letchworth State Park， 北边的一个小镇叫 Mount Morris 莫里斯山小镇，中间停了几个点。其实从东到西，从西到东，其实都可以。具体讲一下每天的行程。第一天从费城出发，天都快黑了，我们到达了。第二天我们就从北边入到公园，沿着西边的 Rim Trail 徒步，经过它的 Lower Falls， 跳了一下 Middle Falls， 最后走到 Upper Falls。后来把车停在了跟 Iris， 就是在 Middle Falls 的旁边。跟 Iris 是彩虹的意思，因为他经常在那个 Middle Falls 看到有彩虹。Middle Falls 还蛮壮观的，很大，然后看到了，我感觉看到了有生以来最壮观的一次彩虹。你没说呢，去了热气球。对，第一天的遗憾就是去不了热气球吧，当天风很大，没有做成。但是热气球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说，基本上有50%的机会都是起不了飞的，所以第二天就起来直接就去了滑艇的地方，卡了1-2次吧。对啊，卡在石头上，然后也有随团的那种专业人员有救我们一下，去把我们给怼下来。到中后段就大概掌握到那个技巧了，就是让我来当小船长，我跟我妈就坐在后面掌舵，她跟我爸就坐在前面当主要的劳动力，听我指挥。特别惊喜的是，旅途的中间竟然有一个休息点，其中一个 creek 的尾端2个小瀑布，还有一个水洞，鼓励每个人都去跳一跳，是一个小刺激的一个项目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我爸还有他都去跳了一下，达到了今年玩水的目的，意外收获。我爸妈应该也觉得蛮好玩的，祝贺他再一次挑战成功。这边也是北美一个比较有名的葡萄酒生产区，品酒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行程。漂流完之后就是立马换洗一下，离开了 Letchworth State Park， 东走去到了手指湖比较中间的一条手指，叫做 Seneca Lake。南端预定了一个 Glenora Wine Cellars 葡萄酒配巧克力的一个长的行程，参观一下整个制酒的过程。我的味蕾是那种到那个 level 之后，我已经无法分辨更高级跟怎么样，我觉得好都好。给钱又去试了几种酒，端了3瓶回家啊。但是光试酒就试了10几种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我反而是有点喝晕了，会有点 buzz 微醺。当天晚上我们就直接开到了伊萨卡，住在了伊萨卡，所以整个6天我们其实就只住了2个地方。第3天的行程也是满满当当的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去打卡尽量多的在伊萨卡周围的不同的 state park， 是以各种奇形各异的瀑布为亮点。我们最后成功去到了4个 state park：Buttermilk Falls State Park、Robert H. Truman、Tohonock Falls State Park， 就是那个有一个很高的瀑布 Watkins Glen State Park。对你印象最深刻的？那肯定是 Watkins Glen。就我们是从 Watkins Glen 的顶上走下来，就是从 The Jacob's Ladder。然后走，其实还蛮多级楼梯的，一直走到那个峡谷的很深处吧，然后就沿着它那个峡谷一直靠着边走到底，然后它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点，然后蛮特别的，就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水墨啊，有些地方是一些 fall 啊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是会滴着水，对，穿过那个叫什么水帘洞，像一个 national park 一样，整个峡谷都很惊艳。就是一路上都有风景可以看。如果下回有时间的话，我可能会留整1天的时间好好去玩一下，而且是就是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去，听说也是特别美。所以下午4点左右我们就去到了波林的小镇上面，然后玻璃博物馆有很多很惊艳的玻璃艺术品，有一个新的展览是一个来自日本的玻璃艺术家 Louis Sasaki 做 Liquid Sunshine， 给了我蛮多启发的。然后我们自己去做了自己的小玻璃物件。我的天哪，我都不好意思放我的，因为我的太丑了。那就不要放呀，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就是自己做的，还是要讲一讲吗？我感觉他上过这个视频之后，他就完成了他的使命。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收进箱子里了，或者把它捐掉。第5天在伊萨卡当地里面玩，早上呢前往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，
一定要打卡的就是建筑学院啦。然后另一个比较赞的就是他们的植物园，就在主校区里面，而且也是免费的。下午呢，我们就去到了农夫市场。然后当天实际上在农夫市场那儿没有很热闹，但我记得我遇到了一对西藏夫妇卖西藏的小吃，这个还蛮好玩的。他们就说，如果是周末来的话，就挤得水泄不通，然后车子都没有办法停进去。那天晚上还是有音乐表演，整个氛围特别好。大概到日落时分，我们就从农夫市场的码头上船，凯玉干类，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 boat tour。基本主要的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第6天早上就睡了个懒觉，然后比较轻松的直接就从伊萨卡驱车开回到费城。途中我们刚好要经过 Maple Acres Farm， 也正好是夏天摘野花的季节。买好菜，摘好花，在晚饭时候就回到家了。6天的行程就结束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们2020年见，拜拜。